在多灾多难、病毒肆虐的2020年刚刚过去之际，为大家推荐几款能够大幅增进工作效率的生产力工具。希望在接着的2021年里，经由这一些工具的辅助，朋友们的工作产能跟效率能够突飞猛进，进而能展望更加美好的2021年。以下我们就直接来介绍这几款生产力工具。我们这次推荐的软体工具呢，有几个前提哦。第一个，以免费或者是开放原始码的工具优先，然后呢，最好是有 portable 可惜的版本。第三呢，是有持续在更新的软体工具。那基本上会以这三个前提当做优先考量的一个标准。那当然有一些工具因为实在是非常优秀，那没有办法三个条件同时都满足，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至少有三个里面至少也有一个能够满足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我们首先要介绍的是一个整合性的工具集，它的名称叫做 UTools。那如果我们只把 UTools 当作是一个程式启动器的话呢，那就太小看它了。它可以透过很多插件，也就是外挂的整合呢，能够达到非常非常多的功能。以下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功能展示。UTools 有 Windows、macOS 跟 Linux 等等的版本，因此在这一些系统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直接来使用它。那因为它是使用网页技术来达成的一个工具，因此它的整合性呢也会比其他的工具还来得简单。那首先我们一样是使用类似启动程式这样子的方法来执行它，也就是在我们 Windows 里面呢，按下 Alt 跟 Space， 它就会弹出它的视窗。那点击右边呢，就可以进入它的设定里面。那它在设定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插件中心，这里面所有提供的全部都是可以使用的插件啊。那我来示范一下我这边常用的插件比如说我们打下一个 S 呢，它就可以找出它符合可以执行的功能，就全部显示出来了那这个 S 呢设置会出来，是因为它是罗马拼音 S 开头所以它就会呈现出来。那假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指令那这个就是像程式启动器这样子的一些功能。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输入一个单字呢，它这个可以执行的功能呢，就会在下面出来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一个插件这个就是简转繁的这个插件，然后也可以有翻译等等呢，它就会进入这个翻译的页面那所以UTools 呢，就是可以直接透过我们这么多的插件呢，你可以自己来组合你自己需要的一些功能那因此它可以把这些功能呢都很完美的整合在一起那可以很大幅的提升我们需要执行某个特定功能的时候的这些时间，因此它是一个很有效可以提升效率的一个工具。第二个我们要介绍的是输入工具。那在使用键盘的输入方面呢，我们介绍 AutoHotkey。那滑鼠右键的手势工具呢，我们介绍 Mouse Ink。AutoHotkey 在 Windows 里面呢，几乎能够达到你所需要的任何功能。那首先第一个要克服的，当然就是要来撰写它的 AutoHotkey 的这些脚本。那事实上它的脚本语言是不会太复杂，我们基本上只要经过很少的学习，其实就能够达到很有效率的一个操作的功能，举凡开视窗啦、热字串啦、热键等等的功能呢，我们都可以来达成甚至像它这个图形界面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拖拉的方法来产生。那这一个滑鼠右键的这个功能我们只要把这个 Mouse Ink 启动起来，同时做好了一些设定，那指定好我们需要设定的这些手势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按着右键滑鼠右键来画出这样的手势，让它执行特定的功能。那透过这样子的操作呢，我们其实可以很有效率的来增加我们在输入方面的整个执行的效率。那推荐大家至少 Mouse Ink 呢一定要把它安装起来，并且妥善的来使用它。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可以搜寻硬碟里面特定档名的搜寻工具，它的名称叫做 Everything。随着我们电脑使用时间的增加呢，我们的硬碟里面呢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档案。那在这么多的档案跟资料夹里面，要找到一个特定的档案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个 Everything 呢，就帮我们解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我们只要启动了它的这个查询视窗以后，然后输入你要搜寻的档名的
一个名称，比如说我要找出所有的 log 档，我们就可以输入星号点 log， 然后呢，可以再按照某个栏位来做排序比如说我最近修改的这些log 档呢，找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要使用的这个 log 档，点击以后呢，按右键。然后在后面呢，我们就可以有更多别的功能，比如说可以进入来直接编辑它，或者是直接把它给这个目录给开启起来，或者是把它的档名完整的路径呢复制到剪贴簿，再来后续用别的工具来继续处理。可以，所以说我们要找到一个特定的名称的话呢，如果不使用 everything 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跟复杂。那透过了 everything 呢，我们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把它给找出来。那这个呢，我是觉得每一个知识工作者都应该安装的一个工具，因为这样子可以大幅的减少我们去记忆某一个档名的需求。我们只要大概记得它的档名是什么样子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它给找寻出来。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压缩跟解压缩的工具，我建议直接使用 7zip 来操作。在台湾呢，有许多朋友呢，因为习惯性的关系，都会使用 WinRAR， 因此每一次都会弹出一个要求注册的一个提示的视窗。那我个人觉得呢，其实 7zip 呢完整就可以取代掉 WinRAR 的所有功能。除了它不能压缩成 RAR 这个格式以外，但是解 RAR 这个功能它是具备的。同时，它可以使用自己的 .7z 的档案呢，能够产生压缩比更好的一个压缩档案出来。然后呢，它基本上它的压缩、解压缩或者是产生字节的.exe 这样的格式呢，它通通都具备了因此，我觉得直接使用7zip 来做这一些压缩跟解压缩的操作呢，就可以非常的简单。它也可以整合到档案总管的右键功能表里面。那如果说觉得 7zip 它的使用者界面不是那么友善的话，那你也可以使用像 BandyZip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那都是完全免费可以使用的。因此就不要再继续使用 WinRAR 了。第五个要介绍的呢，是一个剪贴簿的工具，它叫做 Ditto。复制贴上的热键Ctrl+C 跟 Ctrl+V 可能是我们在操作电脑的时候呢，经常会使用的功能。那透过了 Ditto 这个工具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按过 Ctrl+C 贴到剪贴簿的内容呢，全部帮我们储存起来。那将来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再重新把它叫回来，而且也可以使用多选的方法呢，只挑选需要的内容，直接再贴到我们的要使用的程式里面。那也可以把每一个经常要使用的这个复制的内容呢，可以另外把它储存起来，以方便日后再重新使用。因此，透过了这个 Ditto 呢，可以有效的提升我们在做这个复制跟贴上的整个执行的效率。第六个要介绍的是截图工具，也就是萤幕的截取功能。市面上有很多的截图工具有很多也是免费的但是我个人是比较习惯使用这个 Greenshot 的 1.2 虽然是从2017年推出以后几乎就没有再做什么变动，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个 1.3 版的 beta 版呢正在测试。那据 Roadmap 里面的显示呢， 2.0 版也其实都有在开发中。那但是这个就是操作习惯的问题了那我在说明栏里面呢会列下一些其他的截图工具。那如果各位觉得Greenshot 不符合使用的话呢，你也可以找其他的工具来使用。那我会介绍 Greenshot 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编辑画面几乎我们需要截图以后我们需要做的任何这些操作呢，它其实都已经有很好的整合了那基本上我们要做到一个图文并茂的这样子的截图的一个效果呢，可以透过它很快的来达成。我们最后要介绍的第7个呢，是命令行的一个终端工具。微软终于推出了新版的命令行工具了它的名称是 Windows Terminal。Windows Terminal 呢，提供了更多的执行的可能它可以让我们用多页签的方法来执行不同的 share， 同时呢，它也有更好的设定的一个方法它直接就使用 JSON 的格式呢，能够让我们来做很多不同的设定比如说我们的背景颜色啦，或是我们的这一些显示的样式呢，我们通通都可以自己来定制。那因此呢，透过这样一个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在一个
程式里面呢，同时操作不同的 shell 哈，比如说你一个呢可能是使用 cmd.exe， 一个是用 PowerShell，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使用这个 Ubuntu 的 WSL2 这样子的不同的 shell 呢，都可以同时在一个视窗里面来做执行，然后呢复制贴上这些功能呢，也全部都可以使用哈。因此，透过 Windows Terminal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命令行执行的一个功能。以上就是我介绍的7个提升生产力的工具。那希望呢，在新的这一年里面呢，大家透过这些工具呢，能够很有效的来提升自己的在数位方面的生产力。那如果你觉得本频道的介绍呢符合你的需求，也请多多订阅本频道。你的订阅呢，就是对作者的一个鼓励。谢谢大家。